最可怕的一开始。半跪姿的在床上，然后一直哭，整个脸都很红。我这有没有接到一个怪怪的电话？我就看到我妈房间门把在动，但是没有人出来。我妈在哭。啊？好的，我切了。Hello， 我是 Helen。你叫 Helen？ 你什么时候叫 Helen 的？我一直都叫 Helen。她是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然后我们是在脸书上认识的。然后今天我邀请到 Helen 要来拍恐怖情人。说到恐怖情人呢，你觉得恐怖情人印象是哪些呢？我觉得就是控制欲很强，心中什么都要让他知道，会限制你一大堆事情。或是他常常会讲一些话，例如，这是为了你好。我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才这样。哦，好烦哦！这些都是恐怖情人迹象。然后今天 Helen 要来聊聊她妈妈的恐怖情人。骇人听闻，骇人听闻，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因为我爸妈就是从小因为个性不合的关系，所以就离婚。从小，你说你爸妈从小吗？是你从小吧？是我从小。然后他听不懂，我想说，你爸妈也是青梅竹马吗？没有，我爸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分居，然后后来就有离婚这样。因为我是女生的关系，所以我爸爸就会觉得说，女儿还是跟妈妈住会比较好。我就从台北就是搬去新竹跟我妈妈住，我妈就是很辛苦的，就是抚养我。后来就是在我15岁生日的时候，我妈就买一个蛋糕给我，她就跟我说，就是她有个男朋友，对她很好。她说她这个男朋友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住，然后她会好好照顾我们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家里的人大概有我妈、我阿姨跟我阿姨的男朋友，总共4个人。然后再现在要多加一位你妈妈的男朋友。对，然后我妈就问我说我能不能接受，然后我那时候没有说什么，我就说哦你自己想清楚就好，因为我妈她跟我年纪没有差很多，差20岁。一开始呢对我妈很好，不让我妈去工作，她就觉得说我妈我们家也是缺钱，对啊，她工作就好，我妈就在家就是做她想做的事情，她会每个月就是给我妈钱这样。这是最可怕的一开始，听起来就很可怕。她每个月给我妈钱这样子，然后就希望我妈就在家做她想做的事情，然后打扫家里。就有点像少奶奶的生活这样子。后来就是我们就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她男朋友就是每天就是早上出去工作，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就会回家。然后他回家之后，他就是会边走边脱他的袜子，边脱他的裤子，然后我妈就会跟在他后面这样子收东西。对，因为我妈这个洁癖很严重的人。对。她男朋友洗完澡之后，我妈就会把就是整桌子的饭都煮好，然后我们开始吃饭。所以刚开始都很好日式的感觉哦。对，家庭主妇的日常，大概就是这样过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之后，一开始都还蛮正常的。我刚刚有说，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我虽然搬去新竹，可是我还是会定期回来台北看我爸。然后有一天早上睡起来，我妈的房间在我房间的隔壁，然后我是一个对声音很敏感的人，我在收拾东西，我准备就是搭火车就是回台北这样子，我就听到我妈房间有那种撞击的声音。啊，什么样的撞击声音？捶墙壁的那个声音。哦，对，捶墙壁。对，捶墙壁的声音。没有嘶吼声之类的吗？因为吵架一定会有尖叫或是嘶吼声吧？就这种空。就是蹦蹦蹦这样，然后很大声。可是就是家里平常是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因为我们那个社区就是非常安静。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很奇怪，然后后来就听到我妈在尖叫，就整个在嘶吼这样子，我就开我妈房间门，可是她房间门锁起来，然后我就跑去敲我阿姨，阿姨妈妈在哭在尖叫，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我阿姨就跑去就是要开我妈房间门，发现说打不开。我阿姨男朋友就是在我妈房间门口说开门哦，不然你不开门，我就要叫警察。大概僵持了一下之后，我妈房间门终于打开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半跪姿的在床上，然后一直哭，整个脸都很红。然后她男朋友就是站在床旁边这样看我妈，我们3个人都站在房间门口，然后我妈就开始歇斯底里的说，每次吵架，她男朋友都会打她，还会说她男朋友就是要让她死啊什么的。这么夸张？对，那时候我才15岁，所以我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有这种事情就是在电视上发生，我就有点吓到，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应对这样子。对。后来我阿姨就叫我回房间，然后他们大人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到台北之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妈说，就是你今天晚上睡我房间，然后把房间门也锁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她男朋友会不会又对她做出什么事情。你把房间门锁起来，你妈怎么进去？没有，我说你睡我房间，然后你可以把门锁起来。对，所以我就是叮咛她要把房间门给锁好。然后他就是有交代我，就是不要把这事跟我爸讲。然后通常会在台北待个2天左右，我就有收到她男朋友传来的讯息，说妹妹对不起，我就是故意要这样对妈妈吓你这样子。他就说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因为太以妈妈。哦，真的是恐怖情人期，就是我就是太爱了。对，他就说
我真的希望你的原谅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就觉得你来跟我讲这些要干嘛？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已经动手了。你要嘛就跟你妈对不起，我不是跟你啊。对，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是说他去跟我妈道歉，然后我妈叫他来跟我道歉，我能接受，我妈才会原谅他。我就觉得说我妈就已经想原谅，那来把我拖下去。你妈干嘛？对啊，我就还蛮无言，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妈很辛苦，我不希望你这样对待她。如果你这样对她的话，我们会一起离开你这样子。他就说好，他知道了。他还就是跟我讲说什么我要烧炭自杀的东西我都买好放在后车。谁？她男朋友。他说如果我们不原谅他，我们离开他就要自杀。然后我就蛮无言的，可是我就觉得大人的事情可能真的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懂的。那时候我才15岁，后来就是这样又没事了一阵子，我们就从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又搬家了，又搬家了，不到1年，没有，就刚好1年，就是我们5个人。为什么要一直搬家？在后面会就提到，然后就搬到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房子。然后她男朋友是台中人，他就是一样也是在工作。然后我那时候15岁，就是国中要毕业要升上高中。我妈开始会慢慢的出去，不会一直每天都待在家里。可是她出去也是会一直拿我当借口，这样子就是说我要送女儿去哪里？对，她就跟她男朋友说，哦，我要带妹妹去买学校的东西，哦，我要带妹妹去吃饭，我要带妹妹去逛逛买衣服什么的。然后你妈都要跟你讲套这个故事。我们如果从新竹来台北的话，搭高铁，她就会在回新竹的路上跟我说，如果叔叔问你的话，你就说我们只是在新竹市区就是逛逛，不要说我们有来台北。我那时候就当然是配合我妈，因为她是我家人，所以我当然就是帮她。当然也是会有我们3个人都一起出去。后来我爸就有问我说，我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个怪怪的电话？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问？他就说有一个电话打过去，然后出声。他就说我们接到这种奇怪的电话，我就说我没有啊，他怎么会问你啊？我爸就会怕，他可能会怕我人怎么样，因为他跟我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后来才知道，我妈男朋友拿我妈手机，然后用那种隐藏号码打过去给我。干嘛用你妈的手机打隐藏号码？他没有手机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看我妈手机那个电话簿里面有谁。哦，我懂。然后用隐藏号码去求证这个人是谁。哦，是这样哦。对，因为他看你妈的每一个号码，然后都打一下。对，他不准我妈那里面有任何男生，因为我爸妈离婚关系，可是我还是有我的小孩，然后他们就会变成家人，感觉就是之间没有爱，可是因为有我的关系，所以他们还是会联络。毕竟夫妻当不成，但还是家人。我妈还是会关心他，跟他说就是你要就是照顾好自己。对，但就是没有爱，就是家人。她男朋友就是隐藏号码打电话给我爸，然后一开始不出声，我爸就问他说请问哪里？然后他不出声就挂掉，然后又再打回去，然后我爸就说你到底是谁？她男朋友就回说那你又到底是谁？然后就挂掉电话，所以我爸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我们就接到奇怪的电话这样子。反正就是我们搬到一个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的家，后面他就开始去工作，然后我妈她的职业是做美业，就是美睫啊、指甲啊、美容的。我升上高中后面的时间都是完全错开的，我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在睡觉，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他可能刚要出门这样。美睫这些要这么晚工作吗？哦，我后面会讲。然后我就是在家，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我就觉得像自己一个人生活，就是自己回家，然后自己弄饭吃，自己打扫家里，然后收一收之后到睡觉，隔天再自己出门搭校车上课这样子。我妈还是会每天就是虽然遇不到她，但还是会每天问我说你吃饭了吗？你洗澡了吗？你家里不要弄太乱。后来有一阵子我没有看到她男朋友，然后我就问我妈说你男朋友人呢？然后她男朋友是台中，回台都很久了，就大概2个多礼拜这样子，我就完全都没有看到他，我就不以为意，因为他也不是我的事，所以我就觉得说，哦，你要回台中那就回台中。我刚说我会遇到我妈，跟她都在房间睡觉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妈很亲融，在家我在我房间，她在她房间，可是我们彼此不干扰，对，我们不会面对面说话，很正常。我之前在家也是这样子，我就是可能传个信息，我就跟她说，哦，你吃饭了，永远都用赖聊天，对，然后吃东西我买给你吃，她就是在睡觉，然后我就是一样过我平常就是高中生的就是日常。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一样搭校车放学回家，然后就是把自己收拾好、洗澡啊，准备吃饭，然后在房间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妈在房间睡觉，大概8点要9点的时候，快睡觉，还要准备出门去工作。但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她去工作，我以为她只是出去办个事情什么的。因为我妈她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女生，她会觉得说小孩子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因为讲你也不懂，你不需要去承受。事情，所以他也不会跟我讲太多他自己的事情。我那天就是8点多的时候，他就传讯问我说：“你吃饭了吗？你睡觉了吗？”就是嘘寒问暖一下。晚上大概10点多到11点的时候，我就用那个粘头发把我房间的头发粘起来，然后我要丢那个客厅垃圾桶。然后我在客厅撕那个纸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的房间头发有在动，但是没有人出来。因为那时候鬼片看超多，所以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赶快回房间，然后锁门，要准备睡觉。然后在这之前，我妈有交代我说，你在家，你房间门要锁起来。我如果找你，我会出声让你知道是
这么可怕，好可怕！你们到底要吓你干嘛？然后我就好，我知道了。你没有问？我没有问啊，因为你们什么事情都这很没发生，可怕，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这段话超级多猫腻的。就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那天就觉得很可怕，我赶快回房间睡觉，然后房间那个门锁起来。然后我刚刚有说我对声音很敏感，我就听到我家大门的声音有关起来。可是那时候我就以为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在家。你阿姨呢？上班，他们都说上那么晚。她工作日做就是半夜，所以她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睡。就赚钱不容易嘛。后来我就传赖问我妈说你要出去哦，她就说对，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我只有我们两个在家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很久没看到她男朋友。因为我妈跟我跑在台中，我就跟她说我月经来，我明天想要请假，她就说你先去上课，等你到学校不舒服之后再说。然后隔天我去学校，大概在下午的时候，我就接到我阿姨的电话，你知道妈妈去哪里吗？就说妈妈昨天晚上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出去。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我爸说我妈现在好像不见了，我爸就跟我说你就看有没有过24小时，那如果过24小时还是找不到人的话，你就去报警。后来就是我在学校就放学，然后我坐校车要回家，我那时候去我妈房间。夹子，我要洗澡，忘记拿什么，反正就是去他房间拿东西，然后我在房间这样走一圈，然后再回房间。大概傍晚6、7点的时候，我阿姨就打电话来，为了让我安心，她就骗我说我妈有跟她联络，她晚上就要回家。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打电话给我妈都不接，打那种就是手机号码，你没有接？对，她会读没接，再打下一通的时候就关机。你没有找你妈男朋友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她在台中啊，我们在新竹。后来就是一样，也是过就我平常生活，就是洗澡，然后吃饭，要准备睡觉。那天的12点，我就听到我阿姨房间就是很着急打开门的声音，然后那个走路的声音也是很着急。我就打开我房间的门，就问我阿姨说，为什么妈妈还没有回来？然后她就说，你先睡觉，你明天还要上课。然后她东西拿一拿，我不知道她拿什么，然后就冲出去，我就回房间来这样坐了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我阿姨就带着她的一个男生朋友回来家，我就看到我阿姨冲进去那个房间，然后把那个房间门打开，她的那个男生同事直接把那个床掀起来，我妈躺在里面。我妈躺在里面，我想说天啊，什么意思？她就很想睡觉，可是就是躺在里面。她穿着睡衣，然后很想睡觉，躺在里面，就像她平常睡觉的样子。很没有表情，就是闭眼睛。对，面无表情，然后整个身体都很白。那时候我记得是12点多，我阿姨就直接尖叫。你阿姨怎么会知道她在里面？我现在讲，然后我就把我房间关起来，我就在我床上，我就打电话给我爸，我就跟他说妈妈过世了怎么办？你怎么反应那么快？你反应那么快？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冷静，我是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很久，而且我阿姨就直接尖叫，她就直接说姐姐，就整个就是崩溃到阴人了，已经完全没有理智的那种。我阿姨整个瘫软就是坐在地上，我妈男朋友拿走我妈的手机，把我妈钱、提款卡，然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我妈躺在里面2天，那时候冬天没有味道。她用我妈来传讯息给我阿姨说，妈妈已经过世了，她在那边很孤单，希望你可以帮她办后事。我记得我做笔录从半夜2、3点多到早上9点。我的天，太久了吧！而且你要上课哎。怎么上课？对啊。我就只能跟老师请假啊。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我妈打那个事情。后来才知道说逃亡到宜兰，然后被抓，然后才知道说因为爱赌，然后输了一屁股债，大概200多万。我妈用她自己的身份去跟人家借钱，钱的利息就完全付不出，他们就吵架。她男朋友就说，不然她去制造那种意外的事故，然后就保险钱赔下来。我妈男朋友就跟她说，你拿这些钱去把你借那些钱全部就是补上，你就不要继续待在新竹生活。我妈她真的是个理智到很可怕一个人，她就说，我跟你又没有结婚，你怎么知道你这些保险钱下一笔给我？你难道没有爸爸妈妈要养？你做这种事情的钱不敢拿，我不要你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吵架。我听到奇怪的声音的那一天，她男朋友大概在下午2、3点的时候又回家里要收衣服，他说他去宜兰工作，我妈不让他去，因为我妈觉得说你就是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你整天都在赌博。然后你本来在新竹有一个公司，然后你也因为赌博把你这整间公司都赔掉。我妈就跟他吵架，然后他也把我妈讲得很难听，他就说他会跟踪我妈，因为我不是说在我家里的时间完全碰不到我妈了。对。我妈她出去就是会去帮她的朋友，夜场的朋友做头发啊、做美睫啊、做美容、做指甲油。那我妈是完全没有进去做。里面工作，就只是在帮忙做这种。对，她男朋友就跟踪她到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说我妈在做这个工作，可是完全没有，他就跟我妈吵架。然后那个时候打官司的时候，因为我爸妈离婚，所以我变成说我是我妈唯一的亲人，然后变成说就只有我。你妈的妹妹呢？她没有办法啊。为什么？因为她不是台湾人。
哦，了解。但当时我只有16岁，所以就只有我可以告，可是变成说我爸要陪同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从警察局要把那个男生身上我妈我们全部拿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时候还是有就是笑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什么。你说你妈的男朋友？对啊。那个男生说是我妈同意让她男朋友杀死他。那就自杀就好，干嘛还要让他杀死他？对，但是很多逻辑就是非常的奇怪，莫名其妙。因为我妈真的太年轻，我妈过世的时候她才36岁，然后她那时候就是订好机票，她要就是过年的时候出国，然后她也就是去付了她买车子的定金，然后我又是她唯一的小孩，如果她要自杀的话，她一定会跟我说些什么。她男朋友的逻辑就是整个就是在狡辩这样子，她把我妈就是掐死之后，然后放在床下面，因为怕被人家发现。那时候我们搬到后来的那个家，楼上就是顶楼，她走上去顶楼，她觉得太高，她不敢跳，她就跑去宜兰逃了这样子。可是那为什么你妈过世的时候是表情是没有的？因为她不是被掐死。这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后面就是有做那个 DNA， 就发现说就是我妈的指甲里面有她男朋友身体的皮肤的那个 DNA， 她男朋友背上有那个指甲的抓痕。后来打官司，他就把我妈讲得很难听，他就说他把我妈掐之前，他们就是还有发生性行为，但就是据我所知，我妈个性可能是不会，因为我后来有看我妈手机里面的对话，我妈就是后面就有人已经没有爱，不想跟她再联络了。可是她男朋友就是不愿意放过她，就是会质问我妈说你为什么连我碰你都不让我碰？我妈就不想啊，不然你会怎样？然后后面就是一直吵架什么的，他就是把我妈杀害，可是他后面还是说明他还是很爱我妈，他没有想要自己自杀去陪她，可是他就是不敢。好啦，以上这些就是 Helen 的妈妈恐怖情人故事。然后这件故事告诉我们，当你遇到不开心、有压抑的精神状况，就记得快点离开，因为每个关系、每段感情都是有始有终的。不要觉得啊，栽下去了就没有了这样子，不要这样想。对，没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刚出生，甚至到离开，就是都是一个人。不要去觉得舍不得这样子，不要锲而不舍。是这样用吗？不是吧？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定都是非常美好的状态。他们都会像你刚刚说的，我是为了你好，或是爸妈式的那种爱，把自己讲得非常美好，把自己包装得非常美好，这都是不可能。真正好只有你对你自己。希望看了这则影片的你，可以好好珍惜身边的家人跟朋友，然后去好好爱自己。小妹妹这边就是左上角的Helen的IG可以收，拜拜。